俄军战略雷达遭遇重创，乌军发动针对俄罗斯总体防御相关设施的首次无人机袭击，而普京却放出愿意和谈的言论，这是要做什么？乌克兰发出警告，俄军在战场上加大了电子干扰力度，北约援武武器已经无法发挥精准打击优势。北约制定向俄罗斯展开混合战争的手段，俄本土电台遭遇大量袭击。西班牙宣布巨额军援价值11亿欧元，将为乌克兰提供大量军事援助。精彩资讯即将开始。卫星图片显示，俄军部署在本土西南边境地区的战略预警雷达站近期遭遇乌军无人机袭击，并受到了严重损害。这也成为乌军针对俄罗斯总统防御设施发动的首次无人机袭击。根据媒体报道，乌克兰情报人士表示，近期乌军针对俄罗斯拉斯诺达尔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根据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照片显示，俄军部署在此地的阿尔马维尔雷达站遭遇重创，两座沃罗涅日 DM 雷达大楼中其中一座建筑物的周围散布大量碎片。尽管这座大楼并未被直接摧毁，但由于楼体本身也是沃罗涅日 DM 雷达的主体结构，所以外界猜测这座雷达遭到了重大破坏，并有明显证据显示这些巨大雷达遭遇多次袭击。按照乌克兰媒体的报道，此次袭击将导致俄罗斯失去一个完整的雷达系统。战略预警系统是一个国家为防御突然袭击，尤其是核武器方面的袭击，从而运用预警技术监视他国战略进攻性武器活跃态势的综合性警戒系统。在冷战时期，美国为了防备苏联，研发了铺路爪系列雷达，而苏联同样装备了沃罗涅日导弹预警系统。此次袭击的沃罗涅日 DM 雷达属于该系列雷达的改进版本，是目前俄罗斯导弹预警网络的核心构成部分，主要用于探测太空与空中目标，包括弹道导弹与巡航导弹。这座雷达站是在2009年至2016年开始服役，由两座巨型雷达天线组成。其中一座雷达的监控范围主要是非洲北部海岸到南欧的西南方向，另一座则是负责土耳其与中东方向。沃罗涅日 DM 系统主要由2个预警梯队组成，一个是太空梯队，由红外侦察卫星构成，负责探测弹道导弹的早期发射轨迹，能对8000公里外的太空目标进行监视。另一个则是地面梯队，由达里亚尔、蒂涅博和伏尔加雷达站组成。在接收到卫星预警信号之后，这些雷达站将测定目标导弹的飞行方向以及核弹头可能的攻击坐标，可以跟踪6000公里外的500个空中目标。在对这些信息汇总之后，会将相关数据传送到俄罗斯反导防御系统指挥部。外界猜测，此处之所以会成为乌军袭击目标，主要是因为乌军担心该雷达站有能力对美国援助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的袭击为俄军目标提供预警。在今年前段时间，美国开始为乌克兰大量提供陆军战术导弹，最新接收的一批射程更是达到300公里，使得乌军拥有更远的打击能力。直到今天，已经成为乌军打击俄军目标的主要手段之一。尤其是针对克里米亚半岛的俄军目标，部署在阿尔马维尔雷达站的2座巨型雷达探测区域覆盖了整个克里米亚半岛。不过有专家表示，沃罗涅日 DM 作为远程超视距雷达，能够在如此近的距离探测陆军战术导弹还是一个未知数。毕竟这种雷达的主要设计目标是用于探测从更远距离发射的中远程弹道导弹。无论这座雷达站是否能对乌军导弹做出有效预警，但现在乌军主动出击，使其遭遇严重破坏。要知道，这种大型相控阵雷达是非常敏感和脆弱的，即便是相对有限的损害，也有可能导致其长时间无法运行。目前俄军共有10座具有不同工作频率范围的沃罗涅日系列雷达，建立这样一个超级雷达系统，预计需要2年以上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乌军过去曾经多次利用无人机袭击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多个地点，这也证明了俄军防空系统对于己方重要战略目标的防御存在着非常大的漏洞。另外，乌军针对俄军战略预警袭击所造成的影响可能不止如此。无论阿尔马维尔雷达站遇袭是否与俄乌战争有直接影响，还是该雷达站本就是乌军确定的目标，此次袭击都将造成更大的影响。有专家表示，乌军针对阿尔马维尔雷达站的袭击很可能满足俄罗斯宣布的可能引发核报复打击的行动条件。在2年前，俄罗斯重新明确了使用核武器的前提条件，
包括敌方对俄罗斯关键政府或军事设施的任何影响。俄罗斯将根据破坏效果来决定是否进行核打击。对此，俄罗斯军事政治分析局局长米哈伊洛夫表示，如果阿尔马维尔雷达站遇袭的消息得到俄罗斯官方认定，将触发俄罗斯核反应的条件。俄罗斯也将立即召开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并发表声明，也就是局势正在失控，俄罗斯可能会率先使用核武器。目前，俄罗斯正在进行战术核武器演习，此次演习将分为3个阶段进行。根据媒体报道，第一阶段核力量演习是在俄罗斯南部军区进行，该军区是进攻乌克兰的指挥中心，总部位于顿河河畔的罗斯托夫，距离乌克兰边境60公里。在第一阶段演习中，俄军主要进行获取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系统的专用弹药，并秘密将其转移至发射器等待发射。此外，俄罗斯空天军航空目标也在演练为包括匕首在内的航空兵器装备特殊弹头，并飞至指定巡逻区域。而在第二阶段演习中，白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将同步参与，而且在5月23日的时候，普京还前往白俄罗斯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通常来说，战略核武器主要配备在可飞行数千公里以上的中远程弹道导弹上，针对远距离城市与军事基地等重要目标，属于国家层面的战略威慑。与此相比，战术核武器在尺寸、打击范围以及威力等方面相对要小一些，一般用于直接支持战场军事行动，打击敌方前线指挥中心、装甲集群以及军队集结点等目标。此次俄军举行了战术核演习，目的就是为了展示其核打击力量。也正因此，外界才会担心，在阿尔马维尔雷达站遇袭之后，会不会导致俄军使用战术核武器。目前俄罗斯官方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不过在5月25日，美国媒体报道，普京在1天前表示愿意与乌克兰进行谈判。普京表示，既然俄乌和谈的话题被重新提出，那就重返和谈好了，但不能因为其中一方想和谈就进行和谈，而且和谈的前提不能脱离当前的战场现实。这番言论一出，瞬间吸引了外界的关注。显然，乌克兰在北约的支持下，乌军即便无法正面对抗俄军，但俄军想要快速推进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并且还需要再次全面动员，这对俄罗斯国内环境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反观乌克兰方面，在普京发出和谈言论之后，泽连斯基表示，目前不会考虑停火谈判，因为俄军会趁机巩固阵地。对于乌克兰来说，停火的前提是俄乌双方的兵力全部回归到本国境内，否则贸然停火的话，可能会让乌克兰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你们觉得俄罗斯会使用核武器反击吗？双方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展开和谈呢？火力军会持续关注的。与此同时，在乌克兰战场上，俄罗斯加强了战场电子干扰系统，倒是北约原武器的精确打击能力受到了严重影响。根据美国媒体最新消息，目前乌军装备的许多卫星制导弹药尚无法对抗俄罗斯的干扰技术，使得这些弹药的精确打击能力大幅下降，并因此导致乌军暂停使用部分北约援助的武器。乌克兰军方高层也证实了这一消息。媒体表示，俄罗斯对乌军使用的电子干扰系统将对乌克兰以及盟友造成巨大影响。根据乌克兰内部机密评估显示，2023年乌军发射的神箭炮弹的命中率在几个月内急剧下降，最后命中目标的概率已经不足 10%。 在这种情况下，乌军只能暂停神箭炮弹的使用。除了神箭炮弹以外，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同样受到了影响。在俄乌战争爆发的第1年，乌军曾多次利用海马斯火箭炮打击俄军位于前线或者后方的弹药库与指挥所，但到了2023年，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在俄军加大电子干扰的情况下，乌军海马斯同样受到不小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北约盟友也在想办法应对，准备为乌克兰提供新弹药，来提升其远程打击能力，比如最新援助的陆军战术导弹与英国提供的暴风影巡航导弹等，都可以在俄军发动电子干扰的情况下精准打击俄军目标。不过，想要真正解决这个影响，北约还需要想想其他办法，如利用无人机摧毁干扰设备。接下来是关于北约国家的动向。根据俄罗斯总统信息安全领域合作事务特别代表、外交部信息安全司司长柳克马诺夫表示，北约已经制定了对俄罗斯展开混合战争的方法，其中包括利用黑客与 IT 部队对俄罗斯进行网络破坏活动。为了执行这项行动，目前北约已经在爱沙尼亚、波兰、立陶宛以及芬兰等国家建立了网络实验室体系，未来还将在格鲁吉亚与摩尔多瓦建立实验室。早在去年6月份，乌克兰与北约就对俄罗斯电台展开黑客攻击，通过模拟普京讲话，传播乌克兰已经攻入俄本土的消息，目的就是为了让当地居民产生恐慌。接下来是关于援乌的最新消息，西班牙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巨额援助。
根据媒体报道，西班牙计划向乌克兰提供一揽子武器援助，价值11.29亿欧元。媒体表示，这是西班牙对任何国家的军事援助中从未出现过的数字。与此同时，泽连斯基也在马德里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面，预计将与桑切斯签署双边安全协议。在此次援助中，西班牙将向乌克兰提供12枚爱国者防空管导弹、19辆豹尔 A4 主战坦克、自行迫击炮、155毫米口径弹药、反无人机系统、军用车辆以及监视、侦察设备等。需要注意的是，与其他国家一样，西班牙军援中的大部分武器弹药都是从西班牙国防工业采购的，这也将为西班牙国防工业带来巨额合同。因为军援武器将由英德拉、埃斯克里瓦诺、埃克斯帕尔以及英查纳拿等西班牙企业制造。显然，北约国家正在通过军援乌克兰以及扩军备战，然后促使本国军工业复苏。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援乌资金都是直接注入北约国家的军工业之中。此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表示，欧盟应该为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准备，重振欧洲的军工业，并加大对各国的国防领域的资金投入。综合半岛电视台及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5月27日，以色列和埃及士兵在卡萨南部同埃及接壤的拉法口岸附近发生交火，造成一名埃及士兵死亡。希伯来语第14频道报道，埃及士兵首先向以色列士兵开枪，以军则通过鸣枪示警来回应枪声。而阿拉伯报引述埃及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挑起了冲突，目前尚不清楚双方为何交火，但两国军方都发表声明说正在调查这起事件，后续内容火力军会持续关注。据相关报道，近日，王牌飞行员安德森准将在加州的家中过世，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享年102岁。他是参加过二战的最后一位3重王牌飞行员。他的飞行生涯从19岁一直横跨到90岁，飞行总时长超过7500小时，飞过的飞机更是多达130多种，其中包括螺旋桨机和超音速战机。安德森1922年出生，19岁就开始接触飞行，在第2年就加入了美国陆军航空队，并在当年获得了飞行资格。1943年末，安德森进入第357战斗机大队，随后便抵达欧洲战场。随着连队换装，他先后驾驶过 P-39 空中眼镜蛇战机、P-51B 以及 P-51D 野马等战机。据报道，今年早些时候，美国陆军向中东派出了4辆史崔克雷射战车原型机，用来测试它对抗空中威胁的能力。近期测试结果陆续传回，前线士兵并没有给出什么好的评价。美国陆军采购负责人道格·布希表示，雷射战车属于定向能量机动短程防空，是把科德科技研发的5万瓦级别的雷射整合到崔克装甲车上，期望是用来击落1到3等级的空中无人机、火箭、火炮和迫击炮。之所以这款雷射战车表现不好，是因为不同功率等级的定向面临着挑战。5万瓦大功率雷射武器整合到不断移动的车辆上，必然会遇到很多问题。这其中包括散热系统、电子设备以及车辆在战术环境的磨损情况，这些都会影响它的表现。陆军参谋长明格斯将军表示，想要改善这种情况难度很大。5万瓦雷射器如果打击10公里处的目标，就要将光速缩小在1平方公分，并持续投入4000万的功率。如此大的功加上如此小的明确目标，就会导致任何路径上的灰尘颗粒都会遮住并减弱效果。美国陆军因为预算不足的问题，并没有升级这款雷射武器的打算。虽然这款行动式雷射战车表现不好，但固定式雷射武器表现良好，其中包括20千瓦等级和300千瓦等级的固定式雷射武器，预期将会采购更多单位。据相关报道，近日韩国自行研制的 KF-21 战机首次完成了欧系短程飞弹 IRIS-T 的实弹射击，在机载 AESA 雷达引导下顺利击中靶机。这次战机和飞弹系统的整合测试表现得非常顺利。根据规划，这款战机首批40架量产机将在2026年陆续量产，并加入南韩空军进行服役。据相关人员表示，这次实弹测试证明了这款战机出色的空对空作战能力，
德国迪尔防空公司表示，很早之前就和南韩航太公司签署备忘录，共同对 KF-21 战机与 IRIS-T 飞弹进行整合，加上本就拥有优异的离轴机动性和抗干扰能力，大幅度提升了这款战机搭载非美制空武器的操作性和空对空的作战能力。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就测试了不带导引头和炸药的飞弹射击，这次测试的成功为近日实弹射击成功打下了基础。据相关报道，近日阿根廷陆军已经完成了2辆 TAM-2CAR 坦克的评估，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增加3辆。阿根廷陆军和以色列相关公司合作，并开始进行这款坦克的相关培训。这次培训在阿根廷602兵工营进行。这次的合作协议中涵盖了坦克炮台的整个现代化过程，其中包括增加新的技术部件。协议中，阿根廷陆军负责车体翻新，其中包括更换许多机械部件和备件。目前，这个项目的工程阶段已经全部完成，工艺工程阶段正在进行中。在成功评估原型的技术和操作性后，正在进行预批量生产和测试。TAM-2CAR 是阿根廷中型坦克 TAM 的现代化版本，它装备了一门主炮105米机枪、一挺同轴 7.62 毫米机枪和一挺安装在车顶上的 7.62 毫米机枪。该坦克旨在供阿根廷军队使用，得益于多项技术改进。为了优化它的作战性能， TAM-2CAR 配备了复杂的火控系统、光学瞄准器和测距仪以及弹道计算机。它还具有空气过滤装置、灭火系统和带有烟雾弹的战斗管理系统。为了通信和协调，坦克集成了对讲系统和先进的通信系统。该坦克专为4名成员设计，其装甲能够承受小型武装射击、炮弹碎片和高达20毫米的穿甲弹。TAM-2CAR 重3万公斤，时速可达75公里每小时，射程为940公里，在战场上既快速又持久。在尺寸方面， TAM-2CAR 长 8.23 米，宽 3.29 米，高 2.71 米，这些规格有助于它在各种地形条件下的机动性和操作效率。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乌军无人机在重创俄罗斯的战略雷达之后，普京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会不会发动战术核打击？如果俄罗斯率先使用了战术核武器，北约又该如何应对？对此，各位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